怎么会杀秀秀？我和他一起长大，还等着我攒够军饷去他家提亲，我怎么会杀他？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要杀人，我要砍人，我要咬人！我被诅咒附身了，对，诅咒，这是对佩服君的诅咒，佩服不该改制。天将诅咒，这是报应，这是报应！算上昨夜，已经发生9起兵士发狂伤人的案子，百姓都说，这诅咒是冲着北府改制来的。事出必有因，快把蕊生叫过来。这便是病因，吃了这些稻谷的野狗便会如此，暴躁、失控、失血，发病时间不等。有的人刚吃下就会发病，有的需要3、5日后。是朝廷从瓜州拨来的军粮，颜色发深，但没有发霉，像是被水泡过。我曾在家瑜的一本记载开矿之法的书上见到过，有些人饮用了矿山里的水，便会昏迷、癫狂，若长期饮用，会极大的影响寿命。眼下情况虽不完全一样，但很相似。可是瓜州有矿吗？没有吧？没听说有啊。瓜州，崔氏，文熙皇后所在的崔氏，也是时候该去查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药。药。蕊生阿紫，北京一切可好？听说马上入冬了，记得加衣。我与师父最近改进炒钢之法，为阿紫重新打造了一副衣针，应当比阿紫常用的那副更细更韧。给元姬阿紫做了面镜子，倒是不如铜镜。师父一心要造火棘离，我打算随他出健康巡矿。先去屠高山，再往西南走。听说那里匪患重，正好试试我的轻功。胡闹！没良心！你说真的有火棘离吗？这古籍里写的会不会都是唬人的？哪有这么厉害的矿石？烧之遇水不灭，遮天蔽日，寸草不生。它肯定是存在呀，不是？各位请慢用，谢谢。那若是没有，古人为何写在书上？啊，拿我们这些后人开玩笑啊！再说，天下之大，你才走过多少路？要说是走路，我走过的路，那比我家小白走过的桥还要多。哎。小白是谁？汪汪！说正经的，你确定你阿母在灵峰铺？这里可是文熙皇后母家崔氏的封地。你个老东西，活得不耐烦了！别！不交月例就别想在这儿摆摊。快点，到底有没有钱？拿出来！我真是没有啊！婆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又惹事了，快走，快跑啊！我行侠仗义，怎么了？我也不想这么做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哎呀！哎，你们，哎呀！哎，闻，来闻闻。走，赶紧跑，快点！他们到底是冲谁来的？不是北秦让他来抓你的吧？我说好了去屠高山收到你阿母的信才来的这儿，你说冲谁？赶紧，赶紧！阿母，我阿母有危险。南星，快，你赶紧去找萧无一，快！哦，米郎，那我去了，快点！赶紧跑，快！我得，哎，再走。
公子，女郎还不肯试婚衣。下去。脚。另一只。真打算赖在崔家一辈子啊？这里是崔家，是我家，有你的一份，也当有我的一份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非要找个赘婿不成？崔少安，你不过就是想把我从崔家赶走，然后你好执掌整个崔氏。从小到大，论读书礼事，你哪样比得过我？同是阿父的孩子，凭何你是少主？阿紫，你已经要嫁给齐王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这崔氏，又何值得你留恋的？没什么好值得留恋的。我不过就是怕崔家毁在你的手里罢了。公子，人抓到了。崔少安，你又抓了谁？自然是美人。崔令仪，赐婚圣旨已下，你不走也得走。人呢？人肯定没有跑出灵风铺，我立刻带人去搜。走。袁小六去哪儿了？随我出雾铺，瓜州境内，把人给我找出来。一个一个都别愁眉苦脸的。既然来到这儿，就把心定下来。以后啊，你们可都是要享受荣华富贵的。一个一个都机灵着点儿。能被选上侍奉公子，可是你们的福气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别都哭丧着脸。就你了，不中用的东西！他为何会吓晕过去？听说被公子选上会受尽折磨，可去后山的矿上做工就不同了，吃穿用度都在灵凤铺，每个月还有利钱可以给家人。灵凤铺果然开私矿，难道这些女孩都是去挖矿的？为何选女孩？王阿母会不会也在那里？愁眉苦脸的干什么？就你了，把其他人都给我送到宫房。公子，她是这批女孩里样貌最好的，奴正准备送到您房里去呢。把头转过来。丑是丑了点儿，就他了，把他送到我房间。诺。现为杨章参见世子。世子怎么来了瓜州？可有公干？瓜州怪病频出，你却不上报太医署，杀人灭口，毁尸灭迹。杨章，我要是公干，你的人头怕是早就落地了。下官不知，真的不知啊！你到底要隐瞒崔氏到何时？下官真的不知啊！下官也只是猜测，崔氏是文熙皇后的母族，乃大业第一世家，根基深厚。我只是一介小小县尉。染病源头出自哪里？灵风铺。崔氏的粮仓就在灵风铺里。
광山也在灵风浦。既然崔氏是文熙皇后的母家，当年你带我逃亡时，为何不去找崔氏，反而去求助萧家？这些年，甚至向崔氏隐瞒了我的存在。皇后是被逼的。那个时候，她刚刚生产完，就得知了陛下阵亡的消息，但她也没有打算放弃上京，世家急兴，故意拖延不肯派兵。眼看大军兵临城下，这个时候崔俊上密奏，希望皇后可以顾全大局，舍小家。怎么样的大局？为了投诚世家，只好将仅剩的禁军用来保护这些贵眷南下，仅剩皇后一人带着陛下的骨肉独守上京。世家子弟舍弃皇后一人，保全大业天下。从此，崔家成了世家之首。你的母亲文熙皇后就在那时死的。青龙，立刻将瓜州的消息上报健康，再付密信去东宫。崔氏有意，婚事区再考量，找个理由拖一下。诺。南星，世子，你快救救我们家女郎吧！她被崔家的人骗到此处，被他们抓走了。他和袁小六不是要去驼高山吗？怎么会到瓜州？原本是这样没错，可女郎收到了郡主的家书，郡主说这里有女郎之前想找的乌采矿，邀女郎一观。谁知道来到此处就落入了圈套。崔氏抓谢家瑜做什么？崔氏不仅开私矿，还挟持郡主和谢家瑜，必另有图谋。你二人准备一下，立刻随我入灵风铺。世子，谨慎行事。世家地保一向戒备森严，要如何进去？光明正大的进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……算了，你之前叫什么不重要，从今日起，你就叫月娘。歌舞武技什么的，随便来一个。不会，我平生最恨吟诗作对、附庸风雅，女界内训更是深恶痛绝。不如我给您变个戏法吧。我还从未见过哪个女子，啊不，是任何一个人，解九连环比你还快的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我会的可多了。你若是还有一些想让我解的，尽管拿来。你比那些大家闺秀强多了，到时候把你送进宫，也能跟我阿紫打个擂台。等会儿，入宫？你让我跟你阿紫一同入宫，你这不是害你阿紫吗？谁让他处处与我作对啊？什么事都要管着我。这有人管也挺好的，像我就没有什么人管，我这一辈子过得可苦了。凭你的身份，谁敢让你吃苦啊？什么？你可知在这乱世之中，要养出你这样的秀丽乌发，要花费多少银两？这是从未受过冻馁之苦，才有的余欲丰饶、金堆翠绕里养出来的女儿，而我凌风铺收的都是流民孤女，哪会什么歌舞、九连环，饭都吃不起。像你这般多才多艺，还珠圆玉润的，这头一个。说，你是什么人？我的确不是什么流民，我是……在下东宫使者，禁军右卫阿大，见过齐王妃。尚未成婚，称崔娘子即可。崔娘子，这些都是我家殿下送来的礼物，希望能合娘子心意。
没有谢娘子下楼。我这边也没有，也没有发现地牢。公子希纳的这个小妾事儿也太多了，还让我们把一根竹子配成100根竹子，分明就是在折磨人。什么绿水，我看就是忽悠公子的。你们继续勘察灵凤铺内守备。东西给您送过来了，给您放在哪儿？你们就随便放这儿就行。妙，妙，嘘，是我。我知道是你。你怎知我来灵凤铺了？东宫使者阿大还会说话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不过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这里到北府怎么着也得6、7日吧？北府得了怪病，与瓜州有关。我来这里的第1日就碰到了南星，他说你让他来找我。哎，我运气真不错。都被抓到这儿了，你还运气不错呢？你是怎么骗过崔少安的？其实吧，一开始也没骗过去。既然都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跟你直说了。你可听说过昔年曹魏设立发丘中郎将，我等皆乃摸金校尉传人。啊？摸金校尉第6代传人，正是在下。啊？你不信啊？你也不想你们崔家的墓地被我们光顾吧？你爷爷的，你爹的，还是你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摸金校尉啊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有耐心。我以后我等个100、80年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把你们家全挖了，全。停，小丫头，你不会当我傻吧？哎，行吧，行吧。我承认，我是看见你们家在开私矿，但这道上的规矩我懂，我这不该说的呢，我一个字儿都不往外说。但你知道咱们倒斗的，见者有份儿吧？是不是？你怎么还不信我呢？你们家矿上最近有没有人突然晕倒、暴走，或者是癫狂？你是如何知晓的？那我知道的可多，水的问题。你想解决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小妾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一个由头而已嘛。那我答应帮他制造绿水，这不是正好能拖到你来了吗？是你要南星来找我的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一遍了？为何呀？这里明明离健康更近一些。那你不是会武功吗？你怎么了，小五爷？让我散！小五爷，你别闹了，你能中招，那我怎么一点事儿没有？你又不会武功，当然感觉不到了。果然，你们认识。你不会以为你给我掰扯那些，我真的相信了吧？我就是想看看，你到底要玩些什么花样。但你别说啊，你说的那个什么绿水，哎，我真挺心动的。这个我真没骗你，这个绿水我真的会做。等一下啊，一个一个来。先这位，冒充东宫使者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兄台，怎么称呼啊？小无意。
久仰大名。回来！连北府君都惊动了，那我凌风铺的秘密不就藏不住了吗？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杀人灭口。他怎么话这么多呀？所以把他嘴给封上了。他身体也动不了了。这是我跟蕊生阿紫学的，把他的经脉都封锁住。现在他除了眼睛能动，其他地方都动不了。厉害！你跟蕊生学了多久啊？第一次查啊？我就看过那么一次吧。这要是扎歪了呀，可能会瘫的。哎呀，现在怎么办嘛？不撤了啊。等等，你知道凌风铺的矿山在何处吗？后山。但是不知为何，他们这儿的矿工招的都是女孩。各地统计流民，只算成年男性，女孩很能掩人耳目。是啊，最多也就落一个崔家公子的好色之名。你这针能管多久啊？不知道，但我看蕊生阿紫扎的时候，那只鸡躺了一整天。那就看他的命吧。走。没事吧？到底谁扶谁啊？我的错，我扶你，我扶你。走走走。走。别怕。开矿的确会死人，但是怎么会死这么多人？背负偏吃了被矿水浸泡过的稻谷，会瞬间发狂，失去理智，像野兽一样想要伤人。矿水的确会让人发狂，失去理智，但是伤人倒是头一次见。这矿并非普通铁矿。先出凌风铺再说。啊！我扶你走。将军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崔女郎，原来她就是阿茂未来的妻子。飞一下，快！我准备好了。要劲儿没过呢，飞不了啊！二位，跟我回去聊聊。哥哥，我觉得这件衣服好，那件有些繁琐了，失了贵气。你定。哥哥，你平日里总喜欢穿些浅色的衣服，可我觉得哥哥穿红墨更好看，更显贵重。都行。哥哥，嫂嫂都要入宫了，你要早些准备啊。哥哥，我知你心中不愿，可两性之好，若不能好，会适得其反的。知道你担心我，不需要你担心，担心些你自己的事吧。你的婚事呢？我不嫁人，我守着哥哥就好啦。混话。老师，殿下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诺。老师，殿下在试婚服啊？这2天累了，改天再试。不试也无妨。这是崔家开私矿，引起北府军中怪病。
萧世子已上奏，县尉杨章乃人证，证据确凿，与崔氏立婚约不过是阻止县主和亲的手段。棋子有时候就跟一件衣服一样，用完了穿过了，该扔就得扔。崔氏覆灭就在这几日。可崔氏乃大业第一世家呀，那是过去。老夫绝不会允许又一个崔氏女成为大业未来的皇后。行，崔父，我亲自去封。哎，太后不会允许你调动禁军的。凭这个，殿下就想让我以世子妃之名调令晋安王府不取？是，也有人在朝堂之上以背负诅咒之名弹劾无疑，更何况无疑已入灵风铺，这一局你死我活。太后掌控之下，禁军非我可控，但是今夜我必须要拿下崔府。可若找不到崔氏私矿的证据，你这是拉着晋安王府一道死。只能赌一把。萧无疑也在赌。人，我可以借给你。萧家大兄，臣不敢。臣相信，无疑不会看错人。他认可殿下为主君，臣就相信，殿下与无疑，与萧氏一心。这些部曲，就借给你了。若有负，我领一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，我以世子妃牌令诏令尔等，跟随殿下秘密查封健康崔府，一切行动听从齐王殿下号令。诺。殿下，令牌交给你，从此刻起，这些部曲就归你号令。谨遵殿下号令。启禀家主，如您所料。齐王殿下已经拿到晋安王府部曲，赶往崔氏。看来健康今夜又会不太平喽。家主，聘礼现在拿出来，会不会有些晚啊？今夜过后，崔氏与齐王必将水火不容啊！这些是给齐王备的聘礼，谁说是给崔氏的？22年了，崔军藏得这么深。放心吧，他们都跟着呢。哥哥，我们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死士。哥哥，你必须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死士，不属于任何人，只属于你的。乐君，你害怕吗？哥哥，晋安王府有的，其他氏族也会有。如今禁军战力羸弱，否则当时长沙王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攻破宫门。我们当真？既要入棋局，就不能再做棋子。放心吧，乐君，我在学着如何做一个执棋者，这一生再也不受任何人的摆布。
只是今夜还是交给靖安王府的人出手，更合时宜罢了。今日引崔氏入局，以萧无一和北府君为饵，只不过是想看在崔氏是否会自掘坟墓罢了。齐王，怎么是你？没什么事，只是想到前几次来崔府，心中都不太爽利，如今想把这口气出了，所以我来了。崔氏与齐王两家结成姻亲之好，如今你冒夜查抄我崔府，就不怕婚事不成被天下人耻笑吗？齐王殿下！崔氏煽动北府诅咒，意欲破坏改制，其心可诛。即刻扣押崔府上下一干人等，无论死活，都不许踏出崔府半步。哥，证据呢？证据？那就得看看今夜在崔府能够搜出什么。很多年前我就想这么做了，可惜呀，让你多活了10几年。摸金校尉。你当真以为我跟我那个傻弟弟一样蠢？不知道你就是谢太傅之女谢家瑜吗？听说你是齐王殿下的心上人，后与世子萧无一成婚，现如今又跟这个叫阿大的侍卫不清不楚的，你倒是很有手段嘛。放开他！你乖乖的喝下这瓶药，我就放开他。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怎么样？这是最猛的合欢散，我看他生龙活虎、身强力壮的，倒是最适合此物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说，你究竟是谁？你那2个帮手现在何处？你们来凌风铺到底有何目的？崔大女郎，这场戏你到底还要演多久啊？你若真心想要加害于我们，何不把我们直接交给崔绍恩？这合欢散不过是活血药，加上川穹，虽一时能让人气血上涌，但也有解毒之效。你并不是坏人。萧世子一直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又让令仪如何坦诚呢？你知道我是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们毁了崔家。可你马上就要嫁入东宫，想必你们也看到矿洞中那些女孩子了吧？我阿父造下的孽，早晚有一天要大白于天下。到那时，天下第一世家崔氏必会万劫不复。所以我想请2位助我崔氏重回正道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是我阿母的玉佩。你见过我阿母？她是不是被崔绍安困在此处？是我将郡主藏了起来。我之所以知道你是谢家瑜，是因为我救了郡主。郡主发现矿洞本可逃离，却为救矿洞中的女孩子们身陷险境，被我阿父追杀。郡主让我写信给你，她说只要这封信交到靖安王府，世子萧无一就会知道他在矿洞中有危险。只是没想到你也来了，
既然来都来了，所以你想在今夜动手？我已放出消息，世子与女郎出逃灵风铺，此时我阿弟真毒已解，他定然会出城抓捕。抓住萧无一、谢家愚者，赏金100两。届时便是扳倒我阿父的最好时机。父亲为何如此喜爱这松柏啊？耐寒耐旱，随便撒一把种子，在哪儿都能活。可我听阿母说，父亲少时最爱枇杷花了，就连阿母也最爱酿着枇杷酒。啊，人是会变的。令仪不日便要启程健康，来年此时怕是不能陪同父亲一同祭奠阿母了。今日就让令仪最后再为阿父斟一次酒吧。父亲为女儿选了这样一门天大的婚事，女儿却只觉得惶恐。崔氏号称天下第一世家，可父亲做过什么？当真以为天下人不知吗？私开矿藏，诱骗女子枉死于矿洞之中，父亲的所作所为，足以令我崔氏万劫不复。少安，父亲不用叫了，我已将少安调离灵风铺。还将云昭郡主的藏身处告知其女谢家瑜，此刻他们应该已经离开灵风铺，灵风铺的一切就要揭开了。来人，父亲今日与女儿一同伏法，我崔氏一门尚有一线生机。女郎，我家小姐吩咐，一会儿接出郡主。女郎即刻离开灵风铺。嗯。真当我傻呀？我早知阿紫吃里扒外要帮你救出郡主。萧无一呢？在你身后。萧无一，你怎知其中有诈？难道我们也被那个崔大女郎骗了？崔令仪没有骗我们，而是崔令仪也被他们骗了。昨夜崔令仪放出我们逃离灵风铺的假消息，而你3更半夜大张旗鼓追捕我们，不就是故意想要告诉我们你出城了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出城不久便偷偷潜伏下来。今日一路前往后山没有任何阻碍，包括方才突然出现的侍女，这一切都不合常理，定是有人故意引我们到这里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扳倒为父？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拯救我崔氏门族？你以为我会喝下毒酒？为父才是这灵风铺的家主，而你不日便要嫁入东宫，成为齐王妃，日后会像文熙皇后那样母仪天下。而我崔氏蛰伏20余载，不就是为了今日可以重振我崔氏门族吗？可是你偏要在此时此刻断送我崔氏门族的荣耀，毁了阿父20年来的心血。想必你的阿紫此刻已经被俘了吧？把郡主交出来，否则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！哎，疼！阿母，好算计！萧世子，久仰大名，把剑放下。阿父。阿紫与我婚约，不日便完婚。如今萧无一和郡主都在我们手中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还请阿父放过阿紫。阿父，您还要继续利用我，来威胁少安行恶吗？阿紫，
还要继续再用少安胁迫我为家族掩盖真相吗？从小到大，您每每挑拨我与少安相争，您夸奖我时，总会将少安训斥得一无是处。少时我不懂，不过是为了讨好您，才会与我的阿弟针锋相对。您要的根本就不是儿女，不过是2个任你摆布的棋子罢了。我宁死也不会再受你摆布了。你以为云昭郡主是什么良善之人？你以为他是为了揭发崔氏而留下来？你以为他引来萧无一是为了帮助你揭开崔家的丑恶？他是为我手中却骨令。我不管他是为了什么，我只要他能毁掉这里的一切就够了。阿紫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父亲说话呢？跪下，跟父亲道歉。少安，咱们家真正疯了的人，是我们的好父亲。阿紫，阿紫，阿紫，阿紫。云昭郡主，你的女儿和救兵都落在我的手中，还不交出却骨令吗？阿木，你怎么样？崔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篡改我的信！我是借家书通知萧无一，但我在信上做了手脚，万万到不了嘉瑜那里，是你故意设计，引嘉瑜来此。是我也要知道郡主图谋却骨令和矿藏是为了谁吧？阿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郡主果真是位好母亲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女儿改制北伐。其实真正需要矿藏的是萧世子，可是女儿又在人家手中，做母亲的怎能不低头啊？于是你是为了萧世子来到瓜州，寻找却骨令。却骨令果真在你手上，这个矿山就是你根据却骨令的指引找到的。我的确是破解了，所以就更不可能放你们走。崔俊，就算你们把我们都杀了灭口，崔家和却骨令的事情也瞒不住。萧世子，你为老夫操心，眼下不如操心操心自己吧。你安插的暗卫已经暴露，没有人会来救你了。郡主，我只给你2日时间，若还不肯交出却骨令，你的女儿就死定了。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没想到这么多年，老师还记得学生最钟爱着南州的龙眼。你这一次做得很好，将崔俊那些被污染的军粮送到了北境，令北府军中突发疫病，如此也令世家们纷纷弹劾北府改制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萧无一引到崔郡处。20多年了，这场恩怨总该有个了结。老师，学生听闻，当年安禄2世的冤案正是从崔氏文熙皇后而起，莫非是真的？若萧无一这一次能把文熙皇后的母家崔氏给办了，那当年安禄的秘密或许就能大白于世。若真如此，你便是我谢怀贵此生最大的恩人。世人在草，同于居允，得小犬马，遂云手结草，为足云宝，此生直至幸也。家主，
大理寺方才传来消息，瓜州县尉杨章已在狱中畏罪自杀。尸体不能留，连夜送到普照寺烧了。诺。还有事吗？萧世子安排在灵风铺外围的部下已被悉数剿灭，崔俊控制了萧世子。萧无一的准备怎么会如此草率？沿线回报，萧世子是为了女郎提前进入了灵风铺。谢家瑜，他怎么会在瓜州呢？不止女郎，还有郡主。正是郡主传信女郎至瓜州，如今都被崔俊控制在手中，用女郎威胁郡主，交出却骨令。却骨令，是了，崔俊乃文熙皇后兄长，若云昭手持却骨令，想要联合旧部对付齐王，崔俊是最好的帮手。萧无义，方才崔俊所言是真的吗？我阿母是为了你才找的却骨令。是，可以这么说。我阿母向来不参与朝局，若非有人逼迫，她不会主动涉入其中。你拿我威胁她了？没有，我从未拿你威胁过她。但这其中曲折复杂，我日后再与你解释。但我阿母就是为了我才答应你的。我以为阿母和阿父和离之后，他终于能过上自己的人生，去看他从未看过的山川湖海，去过他从没有过过的恣意人生。没想到，却还是被我连累，被人利用，走到这绝处来。我还以为你在靖安王府对我的那些照顾，你任我来去自由，是因为你就是一个好人。是我太蠢了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从来都不是为了与郡主做交易。谢家云，难道你一丝一毫都没有感受到吗？难道不是吗，萧无义？你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。你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时，就利用我平息长沙王之乱；等你知道我是谁了，就利用我的自由，用我的性命来逼迫我阿母交出却骨令，让我阿母身陷险境。是。都怪我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不是人的声音。这座矿山下有条地下河，水不干净，或饮或用，就会让人精神狂躁，宛如野兽，就像他一样。你可知我阿父用多少条人命，才喂出这么一只怪物吗？别挣扎了，这烛火是特制的，你的武功使不出来，交出却骨令，否则我不介意让这个怪物会回谢家人。好，把他给我放开！太远！萧爷！在这看着。萧爷！
他如今没什么内力，给他半炷香如何？他不需要半炷香。这么信任他，他一定会有。小辉，小辉。太傅漏夜前来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吧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听过却骨令吗？却骨出，天下定。大业人谁没有听过这样的传言？这是百姓心中的寄托。如果文熙皇后真有却骨令流传于世呢？而云昭身为其闺中密友，崔俊身为其兄，他们二人最有可能成为文熙皇后托付信任之人。即便这却骨令确有其事，可北秦人当年早就将文熙太子斩草除根，他们那群人空有却骨令，却没有文熙太子，对我哥哥根本就造不成威胁。贤忠，若我告诉你，你哥哥根本不是大业血脉的。太傅慎言。云昭早就怀疑齐王的身世，他此番去瓜州，恐怕就是要用自己手上的却骨令，去号令其他持令之人，重新扶持李业宗室。怎么可能？我哥哥他怎么可能？你此番去瓜州，名义上是去迎亲，实际上是要配合萧世子捉拿崔氏。记住，除了剿灭崔氏之外，绝对不能让却骨令落入萧无一的手上，绝对不能让云昭毁了齐王的未来。阿兄，衣服缝好了，你有时间了就试一下。友军，把这个带上。这香囊还是当年阿娘亲手为你缝的。听说瓜州怪病肆虐，里边有匕首莲，有驱毒之效，此物既是阿娘所做，想必能护你一路平安。哥哥真是傻子，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药效早就没了。哥哥就是哥哥，我所认识的哥哥，就是和我一起相依为命的李芒。什么？兄长放心，臣妹此行定不负兄长所托，捉拿崔氏归案，平安归来。
你方才故意激将我，就是想让我替你杀了他吧？我早看那个畜生不爽了。你对你爹的所作所为不满，但你又不敢反抗，所以只能拿我和萧无一做法子。我爹为了血骨令，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我总要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决心和能力，敢跟我爹对着干吧？萧无一，你的人什么时候到？不想说没关系，只要有援兵就行。这洞外都是我阿父的人，援军未至，最好不要轻易行动。我会把外面的蜡烛都撤掉，这是我唯一能帮你们的了。等等，这是你阿紫生前托我转交给你的。若明日此举不成，我必遭杀身之祸，请将此信交予我阿弟。你们若要行动，最好把底下的人都救出来。你的援兵什么时候到？青龙偃月会给信儿的。放心吧，一定会先保证郡主和袁小六的安全。那先休息吧，养精蓄锐。一念心动，只只一眼，这瞬间，牵动冥冥之中的线，已相连，共赴岁月，为你的安宁处在你身边，以灵魂相见。你别多想，我是怕你伤势太重，别到时候死在这儿。你知我决定将生死与共，笃信我不退避的执着。你知我凭一生顽固磊落，不言弃不闪躲，是真如错。我不是为了郡主给我的却骨令才对你好的，我和郡主一样，都希望你自由快乐的活着。佳玉，小无一，你确定你能把那些人都救出来吗？我能。说大话！你信我，我就能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是诚如错。我此番冒险，自知凶多吉少，然崔家之恶，实由我起。若非当年我与你正一时一己，提醒父亲旷道狭窄，比起成年男子，或许女子更为灵活，且不会被官府发现。如今，也不会造下这么多杀孽。那么多女子被诓骗至灵风铺，为一粟米一吊钱没了命。幸而云昭郡主发现矿洞隐秘，我救他，替他引来萧世子，是为赎罪。阿弟，我知你想让我离开灵风铺，安稳余生，可错已铸成，便当赔命。你若继续助纣为虐，我亦泉下难眠。望我一死，
燃你生智，只有你知道该如何解救那些女子。哎，来人呐！到底是谁绑的老子？说话！这么多天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主君为何不杀了他？万一……齐王的迎亲队伍已经在瓜州外了，这一回是平宁县主亲自来了。来的正是时候。崔喜几日没有消息了？日日都有新消息传来，健康崔府一切如常。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千万不要亏待他。诺。劫财还是劫色？给句痛快话，我都行。参见父亲。齐王已经派他的妹妹平宁县主来我灵风铺迎亲，从今往后，她就是你的阿紫，崔令仪。父亲，他不是我。把头转过来。行礼。阿紫，谢家瑜给你阿紫扎的白绢花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很想念你的阿紫吗？那就给我好好的待在这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离开这里半步。老夫用了20余载，才破解了这雀骨令中的奥秘，发现了这座山下的铁矿。只可惜啊，刚挖到一半就出事了，地下水被污染，凡沾染者皆得怪病。昨夜萧无一斩杀了一个染怪病的疯子，如若郡主再不肯交出雀骨令，那么下一个染病的就是谢家瑜。若他染病，不知萧世子可愿给他一个痛快？拿着这个发簪，去当年约定的南渡码头。此簪在手，自然会有人联络你。你竟然将雀骨令藏在当年的南渡码头！来人，将山下的矿洞通通填埋，任何人不准离开矿洞一步。诺。将郡主带下去，看押去。崔俊，你言而无信。又不是头一回，你就不怕我告诉你的全是假的？大不了送你和你女儿一起上楼，带下去。别走了，走得我头都晕了。你说青龙偃月会不会被抓住了？你的那些援兵呢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放心吧，在我入灵风铺前，那些援兵就已经在路上了。我并不是被郡主的家书引来此处的。来此之前，北府军中就有人得了和矿洞那些人一样的怪病，他们吃了朝廷下发的被污水浸泡过的军粮，而那些军粮就出自于瓜州。定是有人得知了瓜州的消息，拖北府兵下水，就是想引我来此处，既能打击北府改制，又能置崔家于死地。我想这背后之人是太傅。我阿父。太傅与崔氏恐有灭门之仇。
按时间来算，李茂此刻应该已对健康的崔府下手了。他从健康安排过来的人，应该不日就到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们去那儿。诺。你，他们就关在前面的牢房。诺。他来干什么？疯狂，别怕。主君吩咐了，二位是贵客，黄泉路上不好走，若想干脆些，可用此药。看来这崔俊还真想置我于死地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啊，你这两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我说了你都不信。这几天，我1日3餐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除了那个送饭的哑巴，我一个人都见不到。不是，我们凭什么？你看你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青龙偃月呢？啊？不是他们引你过来的？不是啊，是崔少安。后山矿洞。崔氏感念皇恩浩大，崔某愿当勤谨克己，谨遵圣意，与齐王殿下缔结良缘，为社稷尽忠，效命万分，不负天恩。臣妾崔氏令仪，愿侍奉殿下，与殿下同心同德，护持家国，不负此生。起来吧。慢着！逆子，今日是你阿紫迎亲之日，你想干什么？来人，将这个不孝子给我拖出去！罪臣崔少安，拜见毗宁县主。你居然杀了！罪臣杀的并非我亲生儿子。逆子！崔少安，你方才说什么？罪臣的阿紫崔令仪，早已被我阿父亲手杀害，连夜毁尸灭迹。若县主不信，这里有我阿紫亲笔手书，还有我阿紫冒死留下的关于我崔氏一门20年来的种种罪证，请县主过目。这一张张血契书算什么？崔俊，你不仅开私矿，还残害少女孩童，为你挖矿，令多少人枉死？你将朝廷和百姓置于何地？又何谈与齐王殿下护持家国，共担大义？来人呐！县主假借迎亲之名，却内藏禁军之刃，来我凌风铺，所谓何意？崔俊，你是想造反吗？你们听着，杀李乐君者，赏1000户，金万两。哥哥，妹妹，哥哥，杀了他们，论功行赏。我看你们谁敢！今日我们就站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动手，可以杀死我们所有人，但请看看这些面孔，他们和你们的骨肉之亲有何分别？
今日你们举起屠刀，明日就会有人把同样的刀刃架在你们亲人的脖颈之上。把人给我带上来！阿母，谢家与萧无一，再向前一步，我就让云昭立刻死在你们面前。崔俊，你敢？萧无一，你……这是北府军的战鼓声。萧无一，你是何时拨的去？从郡主将血骨令下落告诉你的那一刻。平龙偃月。这是北秦鹰王的图腾。没错，都是北秦人，鹰王的爪牙。崔俊，北秦鹰王就是你的私矿买家，你一直与北秦勾结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崔俊，20多年前，北秦攻打上京，正是你首告安陆两大世家之时。莫非从那时，你就勾结了北秦？这才造成了上京城内血流飘出。什么血流飘出？我只知道安陆两家里通卖国，只知道文熙帝荒淫无道，弄得国破家亡。放肆！你竟敢污蔑先帝！莫忘了，你是文熙皇后的哥哥，也是却骨令的持旅人，都肩负着大业难度，辅佐文熙太子。文熙太子早死了。他没有死。文熙太子没有死。告诉我，文熙太子他是谁？藏在哪里？